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们的中文播客，我是盼盼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陆，欢迎回来。陆哥，我刚才看你满头大汗的，录音前你在忙什么呢？别提了，我的电脑突然死机了，我刚才一直在搞我的电脑。哈哈，你刚才说你在搞你的电脑，正好，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哦，你是在这儿等着我呢？没错，我刚才说搞电脑就是修理或者摆弄的意思。对于很多学中文的朋友来说，搞这个动词简直是个谜，它好像什么都能接。是啊，它就像英语里的 do 或者 get， 在口语里真的是个万能动词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搞字。听完这期节目，你就能像母语者一样用这个字了。没问题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来说说搞最基础的意思。很多时候，它可以直接替换做或者弄。对，比如我们常说的搞卫生，其实就是做卫生、打扫房间的意思。但我觉得搞卫生听起来比做卫生更口语化，而且感觉动作幅度更大，好像要彻彻底底打扫一遍。对，像周末大扫除，我们就会说今天在家里搞卫生。还有一个特别常用的词叫搞定。陆哥，你来解释一下这个词的魅力。搞定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，或者完成了一项任务。比如客户同意了我们的方案，我就可以松一口气说，这件事儿搞定了。对，这个词非常有成就感。平时遇到困难，只要你对朋友说一句没问题，我能搞定，就会显得特别自信和靠谱。是的，不过有时候即使很努力，我们也还是搞不定。比如学中文的语法，很多同学留言说中文的乐字他们一直没搞懂。搞懂就是弄明白、理解的意思。如果没搞懂，千万不要装懂哦。没错，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搞懂、搞定、搞错，这些都是动词搞加上一个结果。这是中文里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。这里的搞就是单纯的表示去执行一个动作，而重点在后面的结果。你这么一说，它确实很像万能动词。不管是什么动作，只要一时想不起来具体的动词，用搞就行了。大部分口语情况下是可以的，比如搞饭、搞材料，但也不能乱用。后面我们会讲到它的使用限制。好的，那在讲限制之前，我们先继续看看它还能搞些什么抽象的东西。除了表示具体的动作，它也能用在人际关系或者情感状态上，这就比较有意思了。哦，说到这个，我想到了一个大家平时很爱八卦的词，搞暧昧。盼盼，你怎么一上来就选这么八卦的词？因为很真实啊，暧昧就是两个人之间那种不清不楚的浪漫关系，还没有正式在一起。对，加上搞字，就说明这两个人正在互动，正在经历这种状态。他们在搞暧昧，听起来就很生动。还有搞笑，这个词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，简直每天都在用。搞笑的意思就是很有趣，或者故意做一些让人发笑的事情。比如我们可以说，陆哥今天穿的衣服真的很搞笑。喂，拿我开玩笑是吧？不过这确实是个好例子，它可以当形容词用。其实说真的，如果一个人性格特别开朗，喜欢开玩笑，我们也会夸他是一个很搞笑的人。是的，但如果事情发展的不好，被搞坏了，我们可以用另一个词，叫搞砸。哎呀，搞砸这个词真是充满了无奈和挫败感。比如，你准备了1个月的面试，结果因为太紧张，表现不好，你就可以说，我把面试搞砸了。或者我之前本来想给朋友做一个生日蛋糕，结果烤糊了，我就把这个生日惊喜给搞砸了。所以你看，不管是好笑的还是糟糕的情境，搞都能把事情的状态表达得非常到位。接下来我要说的一个用法，是现在的年轻人们特别喜欢用的。哦，是什么流行语？就是搞钱。现在无论打开哪个社交软件，都能看到这几个字。
这个确实非常火。现在的网络语境里，大家经常开玩笑说不想谈恋爱，只想专注搞钱。对，比起说赚钱或者工作，搞钱听起来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动力，好像充满了干劲儿。是的，赚钱是一个很中性、客观的词，但搞钱就带有一种主动出击，想尽各种办法去增加收入的感觉。而且听起来极其接地气，大家聚在一起喝酒聊天，可能会叹口气说：“哎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好好搞钱吧。”除了搞钱，我们在谈论具体职业的时候，也经常用搞字。没错，比如你遇到新朋友，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，他可能会很自然地说：“哦，我是搞 IT 的。”或者说我是搞艺术的，搞民乐的。这里的搞就相当于从事某个行业。对，如果一个人说我是从事信息技术行业的，虽然很准确，但听起来就像在念个人简历。太正式了。但是在朋友之间私下聊天，说我是搞 IT 的，距离马上就拉近了。陆哥，那你觉得如果要用搞来介绍我们俩现在做的事情，你会怎么说？我们应该算是搞语言教学的吧，或者按照现在的说法是搞自媒体的。哈哈，搞自媒体这个词现在也非常普遍，感觉用了这个字，就像我们每天都在满头大汗地折腾一些新内容。确实是这样，所以搞用在职业上，其实有一种轻松，甚至带着一点点自谦的语气。不过陆哥，搞是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正面的或者中性的呢？这就问到点子上了。其实不是的，搞字有时候会带有一点点负面的，或者让人觉得可疑的色彩。对，我立刻想到了一个词，搞鬼。搞鬼的意思就是在暗中做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或者耍花招欺骗别人。比如我的电脑突然黑屏了，怎么也打不开，我可能会抱怨，是不是电脑中病毒了？谁在里面搞鬼？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，主角经常会指着反派说，一定是你在这背后搞鬼。哈哈，画面感太强了。还有一个词是搞事情，这个词我平时在生活中也经常用。搞事情就是故意制造麻烦或者引起争端。比如朋友聚会，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吃饭，突然有个人开始抱怨这个，挑剔那个，气氛变得很尴尬。这时候你就可以半开玩笑的对他说，哎，你今天是不是想搞事情啊？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它带有一种轻微的警告，但朋友之间说出来又像是在吐槽，不会真正撕破脸。所以你看，搞字本身是一个很单纯的动作，但一旦和负面的名词连在一起，就容易变成贬义词。比如搞破坏、搞对立，这些在新闻里也很常见，意思就是去破坏或者制造矛盾。是的，因此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上下文的语境。既然搞这么好用，什么都能接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随时随地把做替换成搞呢？这个绝对不行。搞虽然好用，但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标签，那就是非常口语化。也就是说，在正式的场合或者是正式的书面文章里，我们最好不要用它。没错，比如在公司开会的时候，老板问你项目进展的怎么样了，如果我拍着胸脯说，老板你放心，那个大项目我正在搞，是不是听起来不太专业？哈哈，不仅不专业，听起来还像个不太靠谱的人。你应该说我正在跟进，或者正在处理。我完全明白了。还有，我们在给客户写邮件的时候，也不能写请搞一下这份文件，这太冒犯了。一定要说请处理一下，或者请审核一下。这就是中文的语题色彩。处理、进行这些词比较偏书面，显得尊重。而搞字就是留给我们下班以后和朋友家人放松聊天时用的。总结得很到位啊！而且提醒大家一点，有些固定搭配是不能随便替换的。比如做梦，我们绝对不能说成搞梦，那就太奇怪了，大家根本听不懂，哈哈。还有做饭，虽然偶尔有人开玩笑说晚上我们随便搞点饭吃，但标准的说法通常还是做饭。所以大家在学习的时候，最好的办法还是把带有搞的常用词汇当成一个整体的词来记。是的，不要试图自己去创造搭配，
多听母语者怎么说，自然就掌握了这种语感。好了，今天关于搞这个万能动词，我们就聊到这里。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首先，我们聊了它的基本动作意思，比如搞卫生、搞定和搞懂。还有它在情感和状态里的巧妙用法，比如搞笑、搞暧昧，还有把事情弄坏的搞砸了。另外，它还能表示职业，比如搞钱、搞 IT， 以及一些带负面色彩的词，比如搞鬼、搞事情。最后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搞是非常口语化的，只适合在轻松的日常对话中使用，千万别对你们的老板说哦。希望听完这期节骨，大家都能把“搞”这个字给彻底搞懂。哈哈，陆哥这句话很点题啊！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，觉得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和订阅频道。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最大动力。如果有想要我们聊的其他中文词汇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对了，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复习，我们把这期聊天的完整脚本放在了置顶评论里，大家可以自己去获取哦。是的，边看脚本边听播客，对听力和词汇语感的提升都会非常有帮助。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啦，大家好好搞钱，好好搞中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下期见，拜拜。